最近有位粉丝问我啊，他说是不是年龄越大越难脱单了呢？我的回答是对啊。这位粉丝他是一位35岁的大龄剩男，我们来看看啊，他这些年的相亲经历和感悟。他说呢，我相亲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相了不下50多个女生啊，结果都失败了。不是条件上不太符合人家的预期，就是长相上呢不太符合我自己的眼缘。有时候好不容易啊找到个合适点的，最后呢性格还不合，恋爱都谈不下去，也结不了婚。那随着年龄越大呢，感觉脱单越难了。他总结了一下啊，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吧啊。一个呢就是选择范围变得越来越小了。那会儿年龄小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人给他介绍相亲对象，虽然结果啊都没有成功，但是在相亲的路上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成功希望的。可是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已经越来越少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了。最后一次相亲已经是1年多以前的事了啊，感觉自己已经快要被抛弃了的样子，完全没有人帮他介绍相亲了。其次呢，就是自己现在实力确实越来越弱了。我的工作一直就是在一家国企里边，每年呢就挣那点钱哈，涨也涨不了多少。年轻的时候呢，我这个条件还算可以，家里边有房有车啊，有个稳定的工作。没人介绍的时候呢，也有挺多姑娘愿意跟我见面聊聊天的。但是近几年呀，人家一听我这个条件就觉得不行了啊，嫌我收入太低了，还有房贷有车贷啊，每个月呢确实所剩无几啊，存款也不多。我也想过要不要换个工作得了啊，换个能挣钱多一点的，女同事也多一点的地方。可是呢，我多方打听之后啊，发现换了工作可能也不一定啊。收入不但不稳定了啊，单位里的姑娘啊，年龄大一点的可能早就结婚了，要么就是人家的虽然年龄大，但是要求呢仍然很高，我还够不着人家啊。那些刚毕业进入社会的小姑娘呢，可能又有代沟，聊不到一块去，甚至人家都还没有结婚的打算呢。而自己的年纪就这么大了啊，更多的时间又想着怎么多搞点钱。年龄越大呢，就越现实，不像年轻的时候了，拿着2000块钱的工资也能做着年入100万的梦。现在更多的呢是想着怎么多赚点钱呀啊！看着这么穷的自己，哪里还有勇气呢去追求女生？自己都天天吃土了，还拿什么给别人幸福呀？啊，有的时候结婚就是需要年轻的时候那种盲目的自信啊，相信自己未来会变得更好。即使现在什么都没有，依然能给未来安全感。可是到了30多岁了啊，这种情况已经就不存在了。不仅自己不相信未来会更好，别人更不相信。所以到了我这个年龄，如果你条件好点那还没问题，如果条件差呀，就连相亲你都没资格了。第3点啊，35岁的年纪了，像我这个条件啊，也没有资格去追求那些特别年轻的姑娘。所以我遇到的相亲对象大部分都是大龄剩女了。他们的思想性格我真的很难去跟人家契合，我基本上无法从他30多岁的容貌去理解他那个20多岁的心态。吃饭的时候少点2个菜呀，就会说我抠门没给他夹菜呀，就说我不够体贴。讲未来的计划呢，就是给他画饼。聊天有些不同意见，那就完全是3观不合。他们对于自己的结婚对象要求并没有随着自己的优势的消失而变得更宽容这些大龄剩女结婚的欲望其实也不太高了我相信他们对于结婚并没那么着急了，或者说他们对于自己结婚的对象更加严格了，所以我们都不好脱单了。其实35岁以后男女都一样，脱单变得不太容易了。大家觉得他分析的怎么样？经常呢有小妹友问我，为什么生活中她能被优质男人追求还能跟他们谈恋爱，但是呢结婚就很难。可是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为什么到了相亲市场就没有优质男人追求她了？甚至呢有些离婚的女人都有年轻的小弟弟追求自己，可是到了相亲市场，别说找个小弟弟来追求自己，就算想找个优质的大哥哥追求自己都很难了。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今天我就在这里告诉你真相男人在找女朋友谈恋爱和找个对象结婚过一辈子这2件事情上他的态度和认知根本就是不一样的。可能这2件事情都需要谈恋爱，但是他们的每一场恋爱最终目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的女人她可能只是长得漂亮，或者呢只是有个很高的学历背景，就容易被优质的男性追求。当他们被1-2个优质男性追求之后或者呢跟1-2个优质男人谈过恋爱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自己一定能找个这样的男人结婚了。但事实却不是一定的因为在优质男人的世界里他们的可选资源非常的多，所以他们在评估你的价值的时候呢，也就越现实了，要求评估的选项也就越多。要明白的就是一个道理，所有的不选择，所有的分开，其实真相就是你的价值不够。你永远不要认为这个男人不跟你结婚是因为你的脾气太臭了，
是因为你太作了，都不是我实话告诉你，如果你是皇帝的女儿，你的脾气可以再臭一点。你不要认为男人不跟你结婚是因为你的腰太粗了，不是如果你是亿万富翁的女儿，你的腰可以再粗一点表面上看是脾气不合，性格不合距离太远，长得不够好看等等。我告诉你，终极核心的核心其实就是你的利益还不够跟他交换，你的价值不到位，知道吗？情感生活是分3个层次的，性、爱情和婚姻。而性呢是肉体生活，追求快乐的原则；爱情呢它是精神生活遵循的是理想原则；婚姻呢是社会原则，遵循的是现实原则。这是3个完全不同的维度。当你能够分清楚这几样东西的时候，那你也就能知道优质男人他为什么不会跟你结婚的真实原因了大家说对不对别忘了留个小心心到评论区聊2句再走如今在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里这个00后的女孩和90后的女孩真的竞争非常激烈。最近呢，有个33岁的北京男生人工智能工程师非常优秀，年薪100万，在北京有房有车也有北京户口。就这种条件，在一线城市的相亲市场里面，其实也算香饽饽了关键的是，这个男生原本他想找个90上下的，觉得有利于结婚嘛，不想找个年龄太小的，怕人家还没有结婚的打算。所以我们一连给他介绍了3个90左右的女生相亲。见完了这几个女生之后这几个女生分别反馈了她们自己的想法。其中第一个说呢，33岁做到这个年薪也不算什么，她说自己做金融的，天天跟大佬打交道，这种收入跟她是差不多的，她觉得男生没什么亮点可以吸引她，所以她没看上这位男生。另外一个女生呢，上来就说了这个男生是我已经降低了条件之后我答应见面的但是呢，感觉我仍然接受不了这个条件的男生，听说他还有房贷我还是不太想结了婚还要跟他一起还房贷，生活质量一下子降低好多。我觉得自己还是想找个在创业的男生，或者年纪大一些事业已经有成的男人。北京最好有全款的房子有别墅的更好，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一些。我反正见完这位之后呢，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还是真的不能降低自己的要求的。等到现在了，为什么我还要将就呢？这位呢也没有看上这个男生。那么还有最后一个他呢也是一堆理由，什么长相不太喜欢什么不是独生子，有个妹妹，自己处理不好这种关系等等等等，就是也没看上他。于是我们也很纳闷现在的女生都如此眼高于顶了吗？一个细节不行都能覆盖掉对方所有的优点。后来我们就试着把这个男生的资料呢推给了2位00后的小女孩。这2个女孩就很奇怪人家一致就认为这个条件是很好了，完全没有问题，可以见面认识一下。因为00年的女生她们想得特别明白，首先自己绝对不想成为大龄剩女，所以坚决不走他们的路线。早早的人家就要处理好成家这件事情，他们觉得自己不一定就非得要找一个多么优秀的男人只要找个男生有上进心的就行是个潜力股就好，人品好，正直阳光就行了。至于钱方面呢能好一点当然更好，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好呢，也可以一起努力的。别说一起还房贷，就是一起共同买房子，他们都觉得很正常，完全能接受。看来这个竞争的局面真的已经完全打开了，大家有没有闻到那股硝烟的味道呢？一个女人年轻的时候如果你太挑剔了那你年龄大了之后必定是被别人挑剔的。前几天我这有个42岁的未婚大龄女人私信我她说有没有希望再找到合适的，其实还是想结婚。她自己都说以前自己太挑了，所以呢挺后悔的。现在想想之前那些错过的人其实还是都合适。但是当局者很迷嘛，那会儿自己觉得自己条件好，反正呢都能挑出别人的毛病来没有满意的，好像全天下男人都配不上自己就算后来有过接触的异性，也没觉得相处的多好。我可能对婚姻也有一种洁癖吧，我不能去接受一个有瑕疵的婚姻，所以我不但在追求一个完美的人我还在追求一个完美的关系。我害怕吵架怕那种破碎的感情和勉强维系的婚姻关系。我要的是一个没有问题的感情，不需要动脑子就能维系的婚姻。所以我觉得自己的想法是不是问题太大了？可是现在我还能找到什么样的人呢？他让我给他一些建议于是我说，那你现在找的话就得把你的条件放低了才行。找个条件不如你的可以的。如果想找条件好的，可能你就得考虑那个岁数比你大很多的老男人，可能还是离异有孩子的那种。他一听就说那我还是宁愿找个年龄相仿的，条件不如我的。这个时候我就给他看了几个男士的资料。他看完了之后说，姐这几个我感觉都没啥眼缘，
你想想啊，我如果找个条件不如自己的，那我想我得图点啥吧？长得好看也行啊，或者比我小的，长得阳光的，条件差一些的。哎，我这么一听啊，真的又很无语了。年纪跟你差不多或者比你小的，他但凡长得好、阳光帅气，就不会缺女人喜欢。你要是想要养小白脸儿，那你这点实力啊，其实又不太够。你虽然比普通人条件好一点儿，但还没有好到可以让一个阳光帅气的、比你年轻的男人愿意跟你去结婚的。他短择一下是可以的，你想跟他结婚啊，基本没戏啊。后来啊，他又改变了想法啊，说那就找个条件比我好很多的、年纪大的10岁以上的男的也可以的。那样的话，最好资产能过亿。这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他了啊。我们的对话也就终止了，我不想在这儿跟他费劲了。我相信啊，如果我真的给他介绍个50好几的啊，资产过亿的，他估计还嫌人家老呢。所以那句话说的没错啊，出来混啊，有些债你一定是会还的。特别是女的，年轻的时候你太挑剔了，等你年纪大了之后啊，就会被别人挑来选去的。就像下午的那个菜市场啊，论吨卖了啊，都没有人要，你们说是不是啊？昨天呢，我拉黑了一个40岁的未婚大龄老处女啊。至于我为什么要拉黑她，真的是一言难尽。就是如果我再不拉黑她，我真的感觉我浑身的细胞都得死掉一半了。她呢是5年前就开始相亲了，在别的平台她交了一次又一次的费，花了不少钱，见了不下上100位的男士，可是呢，连一个愿意正常跟她交往的人都没有。之前呢有过一个男生跟她聊得还不错，可是第一次约会就约她上家里去啊，这给她气的呀，直接把对方给删除了。3年前他就找过我咨询啊，想了解一下自己的择偶定位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那会儿呢，我其实很明白的也跟他说过了，我说你的择偶方向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怎么可能找不到呢？于是呢，他就想拜托我啊，帮他再找找合适的人。但其实他的要求依然是没变的，他的想法依然是大多数剩女的想法哈，要找个优质的男人，学历、收入、颜值、情商最好都能在线。他觉得自己是国外留学回来的，有一个很光鲜的工作，收入呢也不少，所以他配得上一个优秀的男人。可是尽管我那会儿啊委婉的劝过他多次啊，尽量降低标准啊，毕竟啊年龄大了不好找，他每一次仿佛都听进去了。但是呢，过不了多久啊，他又会恢复原来的想法。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几次沟通之后，我发现啊根本就没有效果，所以我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了。可是就在前几天，他又来找我诉苦啊，说自己很着急了啊，马上要过40岁的生日了，想在这个生日之前呀，找到一个可以给他生日祝福的男人。我看着他这么着吧，觉得又动了恻隐之心啊，于是我又张罗着给他再找找呗啊。结果前边才刚刚说好的啊，可以接受离异的、带孩子的都可以，只要对方在北京有个房子就行。他说自己啊就想有个家，别的都不看重了啊。最令我崩溃的是这一次，我居然又相信了他啊！于是呢，我就在昨天我又给他推荐了一位离异没有孩子的男士啊，就比他大5岁啊，还是个博士，在体制内工作啊，很稳定，北京有2套房产，只不过收入可能没有他那么高。哎，男士呢倒是觉得可以渐渐认识一下，于是呢，我估计啊，他能接受这个男士的话啊，这俩人可能能成。但是令我想不到的是啊，他看到资料不到30秒啊，就冷冷的回了我一句：抱歉啊，这位我不见。我问他为什么呀？他居然说男士条件太差了。哎呀，于是我就问他，那这么说你不是还是得找条件好的吗？于是他马上反驳我，难道我还非得找一个比自己条件差的吗？这回啊，我也被他整老火了啊！我说，那你就别在这儿做白日梦了啊！你说的那种条件好的，人家有大把的年轻漂亮女人可以找，人家找你这么大的干什么呀？他们又不是脑残，又不是缺女人。你相亲都相了这么多年了，被上100位的优秀男士拒绝过了，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呢？你那些自认为的优秀、自以为是的骄傲，不过是在那儿自嗨罢了。你就继续自我安慰吧啊！以后可别再来找我了啊！气死人不偿命，真的是啊！你们说是不是大龄剩女这个人群啊？别说是男人不喜欢他们，就连女人都喜欢不了。真不是对他们的年龄歧视，而是他们这种畸形的心态真的让人难以理解。你们说是不是？你信不信啊？有的女生她天生就是被渣的命，就她那个择偶标准啊，已经完美的过滤掉了好男人啊。93年的一个女生呢，我这找对象哈，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要找一个有钱的，或者呢是赚钱能力比较强的，能给她带来稳定的物质资源啊，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第二点，还要找一个学历好的，
精神世界富足的啊，能够引领自己成长的。第3点啊，想找个个子高一点的，看上去啊阳光帅气的，毕竟呢要看一辈子嘛，还是得看着舒服的。第4点呢，要找个情商高的，脾气好的，能够给他带来高情绪价值体验的，并且能够包容他的小脾气的。第5点呢，想找个愿意为他付出的啊，也就是呢能给他花钱啊，还要得为他做饭啊、洗衣服、做家务啊，能把他当女儿一样照顾的男人。大家来说一说啊，你觉得这样的男人有吗？啊，来，咱们评论区聊聊吧。谈恋爱是非得要个仪式感吗？最近有个91年的男生哈，着急忙慌的来问我，为啥谈得好好的恋爱说谈就不谈了呢？我问他到底咋回事嘛？结果啊，是因为他问女孩了一句话，咱俩现在是什么关系啊？结果女生说，你觉得是啥关系就是啥关系呗。这句话把他给回懵了啊！认识都3个多月了，付出了时间、金钱还有感情，现在就这么个回复，他第一反应就是这女孩啊没有承认他俩的关系。于是他气就不打一处来哈，马上就回了一句，那你就说咱俩没啥关系呗。那你干嘛还接受我的礼物，还跟我约会啊？女孩一听也不高兴了啊，说那随你吧，你爱咋想咋想吧。大家来说说啊，现在的女生都觉得如果要确定关系就一定得有个仪式感啊，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这句话对他们来说啊非常的重要。而男生呢都觉得这俩人自然而然在一块儿不就好了吗？为什么非得要手捧鲜花啊，带上礼物来一场浪漫的告白啊，傻不傻冒啊？所以呢男女思维差异真的很大，对吧？那男生呢永远想的都是自然而然在一起就好了，那女生永远想的都是必须正式告白了才能在一起啊。有女生说啊，恋爱要从一束花和正式的告白开始，而不是那种暧昧的关系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个人没有明确的说喜欢你啊，那就是普通朋友。生活需要仪式感，礼物是为了提醒我们爱与被爱，不清不楚的开始只会不明不白的结束的。那也有男生在说啊，爱是每一天用心呵护的啊，每一天为这个家努力的，一起做家务，一起带娃，一起旅游，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爱不是专门找个日子刻意去放大和展示的，爱是藏在心里不说出口，行动却处处为他疼他关爱他。要是亲亲抱抱都有还不承认是对象，对于这个仪式感来讲，大家来说说你们的看法吧。